你知道台湾的股民有多幸福吗？单说今年，台湾加权指数已经涨了10多个点了。反观大陆这边，股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套。港股更惨，不但已经跌了快15个点了，而且大家更担心它今年会不会迎来4连跌。都说两岸三地一家亲，怎么偏偏只有台湾股市在涨呢？其实深入了解台股就会发现它很有意思，总感觉它的过去有大陆今天的影子。曾经台湾的散户和游资与外资一道只用了7年就把指数往上拉了29倍，接着大盘又只用了8个月就暴跌了80%。可以说台湾同胞曾经用炒股充分证明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台股的今天会不会变成 A 股的明天呢？而在当年的疯狂当中，台湾同样也涌现出了一批台湾中系、台湾顶峰，他们又会是谁呢？但是台湾股市也有自己的问题，台指和费城半导体指数关联性非常的高。如果说台湾是伪装成经济体的晶圆厂，那么台指就是伪装成指数的半导体 ETF。这种浅碟型的经济模式也注定了台湾经济和股市的抗风险能力较差。那么台湾回归后，台股又会有哪些可能的变化呢？那咱们今天就来为台湾回归做个准备，来了解一下台湾的股市。而股市呢，正好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咱们还得先来唠一唠台湾的经济。去过台湾的朋友有个共识，那就是物价非常的低，毕竟台胞正式工每个月的基础工资就有6000人民币，同时经济通胀也不高，显然台胞的生存压力要比大陆小得多啊。台湾今天的岁月静好得感谢上一代的弯道超车，而海峡两岸的经济奇迹无外乎还是东亚模式的发展叙事。总结下来就是和日韩一样，先搞土改消灭地主，再开血汗工厂发展国际贸易，同时承接产业转移，接着勒紧腰带搞产业升级。上世纪50年代，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开启了经济模式的第一步——土改。1953年，常凯申下令地主必须把多出来的土地卖给衙门，衙门再把土地转卖给农民，这也就是耕者有其田政策。但是当时凯申物流也没钱了，所以补偿地主用的多是金融资产，其中不少是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农林、台湾工矿这4家企业的股票。这几家企业地位相当于大陆的央企，而且是最核心的那种。所以凯申当时也很郁闷啊，自己都拿出最核心的资产来买土地了，怎么地主们还不念他的好呢？这个还得从台湾大小地主的认知鸿沟开始说起。台湾的现代金融业离不开一个家族，那就是鹿港辜家。鹿港辜家现在有个经济学家叫辜朝明，就是今年炒作中国资产负债表衰退、含沙射影中国也要进入失落的30年的那位。他现在呢是日本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鹿港辜家的发家史和日本同频共振。光绪年间，日本殖民者能兵不血刃拿下台北，靠的就是辜朝明爷爷开的城门，因此他的爷爷还被日本赏了一个贵族头衔。但也正是因为绑上了殖民者，鹿港辜家很早就接触到了现代金融业。辜朝明的大伯辜振甫还曾留学日本，拿到了东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那也就是说，鹿港辜家其实很早就跨入了工业文明，而台湾的小地主还停留在农耕时代。1953年，常凯申拿股票和债券换了地主土地之后，小地主们怒了，觉得自己辛苦一辈子攒的土地，最后都换了一堆废纸。所以有的小地主一气之下就把股票拿来做墙纸，贴在了灶头之上；有的干脆就把股票垫在了脑袋下头做枕头。但是鹿港辜家却深知股票代表了所有者对公司的所有权，更何况还是岛内最核心企业的股票，那未来定会价比黄金。于是辜振甫赶紧派人到乡下去收购，面值10块一张的股票，往往5毛钱就能买下来。认知的鸿沟决定了财富的鸿沟，辜振甫顺势就在1954年当上了台湾水泥的大股东，这相当于你都没花什么钱就成了海螺水泥的大股东了。这和大陆80、90年代那些靠着私有化国营工厂实现财富原始积累的故事如出一辙。那为了规范股票交易，台湾证券交易所这样的场内市场就在1961年应运而生，而这第一任董事长正是辜振甫，他的台湾水泥也成了台交所的第1家上市公司。但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初，上市审核过于宽松，监管惩罚严重缺位，台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常常发布虚假信息，把股价拉高减持，还伙同炒家，大搞老鼠仓。华尔街日报锐评当时的台股是吃人的市场，台股被这帮人搞得乌烟瘴气，指数长期涨不起来，到1983年也就堪堪400点。但到了1985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美国快要熄火了。那为了不让美国抛锚，美日德法英5国就相约在纽约签署了广场协议。其中有一项就是5国要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向市场大量抛售美元，从而让本币升值。其中升值幅度最大的就是日元。日元从1985年的260比1涨到了1988年的121比1，涨幅116%。
金融是数字的游戏。当时日本在美国有大量的资产，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贬值，也就意味着以日元计价的资产升值。于是大量的热钱飞速涌入日本，日本股市应声大涨。资本是逐利的，他们在推高日股的同时，惊奇地发现台湾股市被严重低估了。当时外资眼里的台湾岛是什么样子的呢？从1951年到1985年间 ，GDP 平均以每年10%的速度突飞猛进，70到80年代进出口平均增速高达30%。而货币作为经济运行的血液，它的供给量也随着经济体量增长而爆发。岛内的 M2 增速一度在1985年达到了51.42%，泛滥的流动性不少又流入了居民的存折。1986年末，台湾居民的总储蓄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万亿新台币。但与此同时，岛内的通胀还非常低，1984年前后也就堪堪3%。外资一看，台湾岛内社会上下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股市却只有636点。那么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多头行情立马启动。于是，1986年台湾加权指数悄咪咪的就站上了1000点的大关，券商营业部都纷纷开启了香槟庆祝。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1987年7月，岛内大幅放宽了外汇监管，国际热钱蜂拥而至，台湾加权指数在短短3个月内就暴涨到了4673点。谁敢想，1983年指数仅仅只有440点，1986年也就636点。眼看着外资吃肉，岛民生怕踏空，纷纷跑步进场。我没想借我没想借啊！喂！但是新兴市场的股民往往对市场的认知是浅薄的，初入股市的台湾散户并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研究企业，而是一样会去到处打听王亚伟概念股、炒股养家最新持仓。当时台湾股市有4大炒家，分别是多头总司令雷伯龙、微金小沈沈庆金、川菜老板邱明宏、阿布拉尤怀英。每天一开盘，多头总司令和阿布拉就会站在券商营业部大厅喊盘，散户们紧紧地盯着他们每一个眼神，生怕错过了财富密码。当时炒股成了大多数人的主业，老师不上课了，而是拿着收音机在教室外头听股市。家庭主妇去买菜，也要顺道到券商散户大厅来2把，好赚回菜钱。券商营业部里头那是接踵摩肩，券商高管成了频繁被黑帮勒索的高危职业，但高管们却很快乐，因为几年前他们可能只是在营业部看大门的保安。数据最能量化当年的疯狂，当时台股遍地是股神，大家随便买都能涨停，平均月收益高达8.5%。宏观层面，1988年台湾地区的活跃证券账户还不到70万户，年底就暴涨到了160万户，1年后更是达到了400万户，而台湾地区的人口也就2000多万呢。跑步进场的散户很快就把泡沫越吹越大，台股顺势就在1988年的6月突破了5000点，7月站上6000点，8月直冲8000点，9月8800点。原来当年某报说4000点才是中国牛市的起点，是我们误读了，人家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在讲述历史。经过短期回调后，台股在1990年2月12日触顶12682点，但随着海湾战争的爆发和美元的升值，台股被扒下了遮羞布，仅用了8个月就暴跌了80%，指数只剩下了2485点。随后大家复盘后才发现如果说2015年的 A 股是配资牛，那80年代台股7年暴涨29倍就是影子银行牛。台股巅峰时期，每天的成交额高达2100亿新台币，几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总和，而其中1半的资金来自于影子银行。这些影子银行为了募资，常常会答应投资人每个月付给他们4%到10%的利息，那也就是说，你的资金放在里面1到2年就能翻倍。然而，这些一听就是庞氏骗局的岛内地下投资公司，却享受到了比大陆网红基金经理更高的追捧。当时岛内最大的影子银行叫宏源，以月息4%的成本吸收了近1000亿新台币，并让20万储户陷入了疯狂的自我 PUA 当中。他们声泪俱下地创作了一篇文章，名叫《那只舍不得吃的鸡腿》，回忆自己在投资宏源之前，因为没钱，好不容易买只鸡腿，全家都舍不得吃。自从投资了宏源之后，天天满汉全席，再见到当年舍不得吃的鸡腿的时候，早已是除却巫山不是云了。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宏源实控人沈长声的赐福。沈长声对外号称密宗使者，对内当起了投资皇帝。他说的话被称为沈董口谕，他签的文件被称为沈董手谕。1989年6月30日，台湾地区修订了银行法，地下投资公司宣告出局。为了挺过危机，同年9月，沈董再下口谕说，他的投资都很成功，不过为了扩大收益，好给大家赚取更高的回报，他需要更多的资金，扩大业务范围。不过明眼人这时候一下就感觉到问题了，宏源的现金流肯定是被新银行法给爆破了，于是立马撤资走人。
影子银行的危害，我们在6月15日那期就有聊到过。中期3000亿资金池的融资成本也不过每年8个点到10个点，这样都难以为继了，更何况宏源每年48%呢？宏源的信任危机直接带崩了岛内200多家地下钱庄，台股30%到50%的投资额一下就被抽走了，于是立马跌给你看。从10月12日当天算起，台股只用了8个月就跌的只剩下2485点，1500亿美元的财富直接蒸发。而在大中华区，玄学投资这类的故事还远未结束，顶峰还在湘江续写传奇。具体就不展开了，知道朋友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里讨论讨论。不过就在台湾股市哀嚎遍野的时候，台湾的经济也进入了东亚模式的尾声，也就是传统产业向外转移。1990年，台湾企业家落户江苏昆山，建立了大陆第一家台企顺昌纺织。而台湾经济告别落后产能后，电子产业和半导体产业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随后，一批又一批有价值的好企业纷纷登陆了台股。1994年台积电，1996年的红旗和华硕，外资也终于在这一年认可了台湾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其纳入了民盛新兴市场指数。从60、70年代《华尔街日报》称台股为吃人的市场算起，台股用了近30年才用价值洗刷了恶名。随后，外资逐渐增持台股，近些年一度占了总市值的43%。而另一股决定台股的力量来自于躺平后的台湾股民。A 股的今天是台湾股市的昨天，那台湾股市的今天会不会成为 A 股的明天呢？其实有个现象很值得参考，那就是投资者财富观念的转变。今天台湾股民几乎不炒股了，而是存股，这是台湾证券市场对于长期投资的另一种称呼。而炒股变存股的起因，还得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了稳定股市，当局就准备设立一个股市平准基金，并于2000年正式问世。为了方便平准基金退出，台湾证券市场顺势就在2003年推出了 ETF 基金。那 ETF 基金的全称呢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翻译过来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它往往是锚定了某个指数或行业，比方说罗素2000 ETF、城投债 ETF。它是涨跌只和对应的锚定物相关，和基金经理或自己的主观判断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就在台湾证券市场迎来 ETF 的2003年前后呢，美国宾大沃顿商学院的 Jeremy Siegel 教授就在自己的这2本书里面阐述了这么一个观点：长期来看，主动管理往往跑不赢市场，指数基金或许是大多数人更好的选择。与其主动管理最后套牢，接着被迫接受价值投资，那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接受被动，让躺平创造价值。这种观点随后影响了大批美国人，而当前美股指数的坚挺也成了 Jeremy Siegel 理论最成功的注脚。而同样的实践者还有台股。今天，亚洲4小龙已经成了台湾经济难以追忆的辉煌，台北也早已没了当年做大中华区一哥的底气。今天台股总市值大概只有50万亿新台币左右，折合人民币约为11万亿。但别看盘子小，台湾加权指数今年涨了已经10多个点了，而 A 股这边大家懂的都懂。指数层面的冷暖分化或许在于台股有与其规模极不匹配的 ETF 规模。根据劝业星球的统计，规模在亚太地区能排到第3。台湾地区 ETF 规模的暴涨和人口老龄化脱不开关系。2019年，台湾地区人口触顶，同年 ETF 成了台湾共同基金中规模最大的品类。早年间激进的台湾股民可能这时候才意识到，财富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赚取高额的 alpha， 而是不要在贫困潦倒中死去，至少不要看不起当年舍不得吃的鸡腿。于是岛内股民们开始渐渐躺平，从嘲笑贝塔变成尊重贝塔，最后加入了贝塔。而 ETF 就是加入贝塔的方便法门。2018年，大陆的 ETF 规模暴涨了近1倍，被业内称为大陆的 ETF 投资元年。所以 A 股的今天是台股的昨天，那台股的今天会变成 A 股的明天吗？大家不妨说出自己的答案。那如果说台湾是伪装成海岛的晶圆厂，那么台湾加权指数就是伪装成大盘指数的半导体 ETF， 它和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走势高度相关。这也没办法嘛，毕竟今天台湾股市占比最重的就是台积电，对大盘的影响力超过了1/4，无怪乎大家称台湾是个浅碟型的经济体。这类经济体往往有这么几个特点：原料市场两头在外，对外贸依赖度极高，宏观受国际影响巨大。总结就是经济纵深不够，经济结构不牢，像一小碟水一样，经不起风吹日晒。这几年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半导体很猛。然而把全部身家压在个别产业上，一方面的确是亚洲4小龙的成功经验，但这也是他们的无可奈何。毕竟取代口香糖的也可以是微信和支付宝。2014年12月，马云现身企业家台北峰会，对着在场的台湾企业家说：“
过去15年间，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济领域出现了15年前从未见过的人、从未见过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台湾这15年好像没听过有什么新的企业和新的企业家。将近10年过去了，似乎一切都没变。今天台湾股民的高收益，台湾百姓的高福利，其最根本的来源是上一代企业家们的爱拼才会赢。那一代企业家要么出身大陆，要么受益于南迁的底蕴，本身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中国的家国情怀。他们以一代人的拼搏换取了下一代人能在内卷之外多出一个躺平的选项。但老话说得好啊，富难过3代。那么届时台湾回归后，依托大陆的纵深，能否加深台湾的纵深？未来台股会不会参照港股的发展历程，变成半导体企业的专用交易所？一切的答案似乎是个人的努力，但也许更多还是历史的贝塔。